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的大航海时代。公元12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极为奇特的分裂状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女真人的铁骑踏碎了宋帝国的旧梦，而在南方的长江与珠江水系，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正在悄然生长。这是一个关于陆地退缩与海洋扩张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在遭受重创后向大海寻求突围的壮丽史诗。而在所有这一切的中心，矗立着一座被马可·波罗称为光明之城的港口泉州，彼时它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刺桐。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中，两宋往往被贴上积贫积弱的标签。靖康之变后，赵宋皇室仓皇南渡，丢失了代表正统的中原腹地，这无疑是政治与军事上的巨大溃败。然而，若是我们转换视角，将目光从烽火连天的北方边境移向波涛汹涌的东南沿海，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宋朝。那个在陆地上步步后退的帝国，在海洋上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进取心与扩张力。南宋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海洋文明的时刻，而泉州正是这个宋代大航海时代的皇冠。这种海洋转向首先源于生存的本能。当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被西夏阻断，当北方的关隘被金人占据，传统的陆路贸易通道几近断绝。对于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而言，要想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皇室用度，仅靠缩水了一半的农业税收已是捉襟见肘。于是，大海不再仅仅是地图的边缘，而变成了财富的源泉。正如宋高宗赵构所言：“世伯之力最后，若错置得宜，所得动以100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这句话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国家战略转型。这个传统的农业帝国开始主动地、系统地将财政基础转向海洋贸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泉州、刺桐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它取代了广州，成为了东方第一大港。如果说长安代表了汉唐帝国的宏大与秩序，那么泉州则代表了宋元时期的开放与多元。这是一座没有宵禁的城市，一座流淌着金银与香料的城市。在南宋的版图上，泉州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连接已知世界的枢纽。让我们走进当时的泉州城，这里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外国人，他们被称为番客。其中，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刺桐树遍布全城，阿拉伯人亲切地称之为 Satan。在泉州的街头，你可以听到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泰米尔语与闽南语交织在一起。清净寺的尖塔与开元寺的飞檐遥相呼应，印度教的石刻与妈祖的庙宇比邻而居。这种宗教与文化的宽容度，即便在今日看来也令人惊叹。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而是基于商业的实用主义。只要能带来贸易与税收，宋朝政府并不在乎你拜的是哪路神仙。泉州的繁荣建立在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海洋贸易网络之上。我们可以通过南海1号沉船的发现来窥探这个商业帝国的冰山一角。这艘沉没于南宋初期的商船装载了数以万计的精美瓷器。令人震惊的不仅是数量，更是瓷器的性质。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瓷器中不仅有来自德化窑、景德镇的高档货，更有许多专门为海外市场定制的外销瓷。这些瓷器的风格、纹饰甚至器型都迎合了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消费者的审美习惯。这意味着宋朝的手工业已经不仅仅是满足国内需求，而是进入了全球化定制生产的阶段。除了瓷器，丝绸、茶叶、铁器也是大宗出口商品。作为交换，载满香料、象牙、犀角、珍珠的外国商船源源不断地驶入泉州港。香料在当时不仅仅是调味品，更是药材和奢侈品，其利润之高令人啧舌。为了管理这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宋朝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这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市舶司的职能非常现代化，发放贸易许可证，公平征收关税，抽检收购专卖品，博买。据史料记载，在南宋晚期，来自市舶司的收入一度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20%，甚至更高。
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它意味着宋朝的国家机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海洋贸易在驱动的。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一个家族的兴起成为了时代的缩影，那就是蒲寿庚家族。蒲寿庚的祖先是阿拉伯穆斯林，定居占城，今越南南部，后迁居泉州。这个家族不仅精通航海与贸易，更懂得如何游走于政治与商业之间。蒲寿庚拥有藩常和宋朝官员的双重身份，他既是外国商团的领袖，又是大宋朝廷的封疆大吏。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家族的商业网络，垄断了香料贸易，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蒲寿庚家族的私家舰队，其实力甚至超过了宋朝的正规水师。蒲寿庚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宋代海洋贸易的本质特征：官商一体，海权与财权的深度结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宋朝政府需要蒲寿庚这样的海上豪强来维持海上秩序，招来外国商船。然而，这种依赖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当国家利益与商人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忠诚便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称量的筹码。1276年，蒙古铁骑饮马长江，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年幼的宋端宗在陆秀夫等人的护卫下，一路南逃至泉州城下。流亡朝廷原本寄希望于依靠泉州的财富和蒲寿庚的船队建立海上的抵抗基地，然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作为提举市博司海关关长且手握重兵的蒲寿庚，紧闭城门，拒绝接纳宋朝皇室。他不仅没有勤王，反而大肆屠杀在泉州的宋朝宗室，转而向元朝投诚。蒲寿庚的背叛是南宋灭亡的关键一击，也是泉州港命运的转折点。从道德层面看，这是卖主求荣，但从地缘政治和商业逻辑看，这或许是海洋商人集团的一种生存选择。对于像蒲寿庚这样的国际巨商而言，朝代的更替不过是更换了一个收税的代理人，而贸易的连续性和港口的安宁才是至高无上的。他敏锐地意识到，陆地上的征服者蒙古人已经势不可挡，与其陪着一个腐朽的王朝沉入海底，不如拥抱新的世界秩序。事实上，元朝建立后，极大程度地继承并扩张了宋朝的海洋政策。泉州在元代甚至迎来了更加辉煌的巅峰，成为了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第一大港。然而，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不禁会产生一个深刻的疑问：宋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密隔舱、罗盘导航、最发达的商业网络、最依赖海洋的财政结构，甚至拥有了像蒲寿庚这样具备准独立地位的武装海商集团，这明明是大航海时代的完美前奏。为什么中国最终没有走向像后来欧洲那样的全球殖民之路？为什么刺桐港的辉煌仅仅是一次历史的闪光，而没有演变成日不落帝国的基石？首先，我们要审视扩张的动力。宋朝的海洋扩张本质上是内敛的、被动的，它是陆地生存空间被挤压后的无奈之举，而非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征服欲或传教热情。宋朝政府发展海外贸易，核心目的是求利，即获取财政收入，以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以及获取供皇室享用的奢侈品、香料、珍宝。这与后来欧洲国家寻求原材料产地、贵金属和倾销市场的逻辑截然不同。宋朝不仅不需要掠夺海外的原材料，除了香料等特产，反而向海外输出精美的制成品。这种朝贡贸易的变体虽然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但缺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那种贪婪的、掠夺性的扩张动力。其次，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容忽视。尽管宋朝的商人地位较前代有所提高，出现了像蒲寿庚这样的红顶商人，但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商业资本始终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蒲寿庚虽然权势熏天，但他依然需要通过科举或军功获取官职，将自己纳入儒家官僚体系，才能获得合法性。在这个体系中，商人赚得再多，最终的理想依然是买田制的，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回归土地。这种以墨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使得海洋贸易积累的巨额资本无法转化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工业资本或殖民资本，
而是沉淀为了江南的园林和地下的窖藏。再者，地缘政治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宋朝虽然拥抱了海洋，但它的生死存亡始终取决于北方陆地边境。女真人、蒙古人的巨大军事压力，迫使宋朝将绝大部分国力投入到陆地防务中。一支强大的海军虽然可以保障贸易路线，却无法阻挡草原骑兵的南下。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海洋是钱袋子，但长城防线或长江防线才是命根子。当陆权强敌来袭时，海权的积累显得脆弱不堪。蒲寿庚的叛变也证明了，在强大的陆权征服者面前，依附于港口的海洋力量往往选择妥协而非对抗。此外，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文明基因在起作用。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其核心价值观是安土重迁，追求和谐与秩序。宋朝的航海者们在海外建立了许多聚居区、藩邦，但他们大多只是侨居的商人，而非殖民者。他们带去的是瓷器、丝绸和儒家经典，而不是枪炮和奴役。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中心辐射型的，认为中国是文明的中心，万邦来朝是理所当然，并不需要通过武力去征服蛮夷之地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种文明的自负与内敛，使得宋朝虽然拥有了殖民的技术能力，却缺乏殖民的政治意志。南海1号静静地躺在海底800多年，它像一个时间胶囊，封存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遗憾。船舱里密密麻麻的瓷器，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曾经高度外向、高度商业化的中国。那时的泉州港口里万帆竞发，市井间胡语喧哗，它是东方的威尼斯，是中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宋朝的大航海时代是一个未完成的乐章，它证明了中华文明并非天生封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完全有能力拥抱蓝水，创造出惊人的海洋财富。然而，历史没有假设。随着蒙古人的征服，虽然短期内延续了海洋贸易的繁荣，但随后而来的明清两代，在经历了郑和下西洋的回光返照后，最终走向了严厉的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泉州港由此衰落，泥沙淤积，繁华散尽。当我们回望泉州，回望那个长海声中万国商的时代，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关于丝绸与香料的往事，更是一次文明转型的艰难尝试。陆地上的退缩迫使宋朝人转向海洋，但陆地文明的强大引力最终又将中国拉回了传统的轨道。蒲寿庚家族的兴衰，南海1号的沉没，是帛丝账本上的天文数字，共同构成了这个宏大叙事中令人唏嘘的注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海洋文明的一次机遇，它的错过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沉思。如果历史的罗盘在那一刻稍微偏转，如果海洋的季风能吹得更久一些，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否会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彼岸？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